男性晨起的一个习惯，比喝酒要伤肝。若你没有，肝脏还算健康。现代生活的快节奏，让不少年轻人的作息变得混乱，晨起更是艰难。尤其是秋冬时节，外面天寒地冻，温暖的被窝就像有魔力一般，让人舍不得离开。可身体的生理需求又时不时来捣乱，催促着人们赶紧起床。咱都知道，喝酒伤肝，这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常识。酒桌上的推杯换盏，虽说增添了不少社交氛围，却也在悄悄给肝脏带来负担。但你可能想不到，有一种晨起习惯对肝脏的伤害比喝酒还厉害，那就是憋尿。憋尿，肝脏健康的隐形杀手。在咱们身体里，肾脏就像一个勤劳的过滤器，我们喝下去的水，经过它一系列复杂的操作，最终变成尿液。肾脏里的肾小球发挥着关键作用，在它的滤过下，尿液逐渐成型，然后这些尿液就顺着管道流到膀胱里暂存起来。膀胱就像是一个尿液的临时仓库，当它被尿液充盈到一定程度时，就会像一个忠诚的小卫士，马上向大脑发送信号，该排尿了。这时候，我们就会产生尿意，跑去厕所把尿液排出体外。这个看似简单的排尿过程，实际上对我们身体至关重要。它就像是给身体来一次大扫除，把体内的毒素和垃圾一股脑的清理出去，维持着内脏的平衡以及身体各项生理功能的正常运转。想象一下，忙碌了一整晚的身体，就像一个运转了许久的工厂，经过几个小时的新陈代谢，产生了不少废料，也就是毒素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早上一睁眼就会有强烈的排尿欲望。可有些男性朋友，尤其是那些喜欢赖床的，即便感觉到了尿意，却因为贪恋被窝的温暖，或者单纯的身体懒惰，硬是憋着不去厕所。这一憋，可就憋出大问题了。原本应该随着尿液排出体外的毒素和垃圾，因为憋尿这个错误行为，没办法正常出门，只能通过肾脏，随着血液循环，一股脑的跑到肝脏那里去凑热闹。肝脏可是我们身体里代谢排毒的一把手，经过一整晚的辛苦工作，它已经累得够呛，正准备歇一歇呢。这时候，大量额外的毒素突然到访，无疑是给它沉重的负担又添了一把柴。肝脏就像一个超负荷运转的机器，压力瞬间增大，代谢解毒的功能也开始受到影响。长期这样下去，肝脏的血液供应会不足，储存肝糖以及分泌胆汁蛋白质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，慢慢就陷入了一种亚健康状态。所以啊，医生们都反复强调，不管是早上刚起床，还是一天中的任何时候，只要感觉到有尿意，就得赶紧去厕所，千万别等到憋得受不了了才行动。而且憋尿的时候，人躺在床上，整个神经和肌肉都会不自觉的紧绷起来，就像一根拉紧的弦，时刻处于紧张状态。这种情况下，就算勉强入睡，睡眠质量也会差得一塌糊涂，很难进入深度睡眠。第二天醒来，只会感觉身体更加疲惫。身体疲惫不说，肝脏在这种不良状态下，负担也会进一步加重，患肝病的风险也就跟着大大增加了。长期憋尿害处多，《黄帝内经》说，膀胱，周都之官，津液藏焉，气化则能出矣。意思是，膀胱是储藏排泄尿液的器官，只有它正常开合，才能将尿液正常排泄出去。反之，如果膀胱开合不正常，或者因为憋尿，尿液无法及时正常排出体外，将会影响全身气机的运行。在西医学里，膀胱的排尿功能受大脑和脊椎中枢所调控。正常情况下，当膀胱集尿200毫升左右，就有尿意。在大脑和脊椎中枢调控下，膀胱逼尿肌收缩及膀胱颈口松开，促使排尿完成。有些人憋尿过度，使得膀胱内尿量达400毫升甚至500毫升以上，膀胱逼尿肌无法有效收缩，可能会使得膀胱丧失排尿功能，导致相应的并发症出现。有些人有憋尿的坏习惯，有了尿意不是立即排尿，而是强行忍着，尤其是在睡觉、看电视、上课或打麻将等情况下更为常见。殊不知，憋尿真的有不少害处。一、引起尿路感染。正常情况下，肾脏不断产生尿液，
储存在膀胱排尿的同时冲洗尿道。尿液在正常健康的泌尿系统中是无菌的，但长时间憋尿会使膀胱处于高压状态，膀胱壁血管受压，黏膜变薄，保护层受损，外部病原菌由尿道口逆行而上，通过尿道口逆行进入膀胱、肾脏，引起上行感染。尿路感染又可导致尿结石，结石形成后成为细菌的掩蔽所，随着结石的增大，反过来加重尿路感染。2. 导致尿潴留，长时间憋尿还容易形成尿潴留，想尿却尿不出来，腹胀难忍。频繁憋尿使膀胱像拉过头的橡皮条，失去弹性，即使阀门开了，膀胱也无法有效收缩，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尿潴留。此外，有些人为了少上厕所，会减少喝水的量，这样虽然能使尿量减少，却会让尿液浓缩，其中的代谢废物和毒素浓度增加，易导致肾脏结石。3. 膀胱和肾的功能受损。膀胱中有控制收缩及舒张功能的神经，一个人如果经常憋尿，膀胱中的神经就容易发生紊乱，使膀胱逼尿肌的收缩力下降，进而损害膀胱功能，导致排尿不畅。肾是先天之本，肾气受损，全身都会遭殃。肾与膀胱相表里，长时间强制憋尿首先会伤肾，经常憋尿使膀胱长期处于充盈状态，会导致膀胱收缩力下降，久而久之会引起排尿困难、尿失禁，同时肾脏内的尿液排入膀胱受阻，导致肾脏积水，肾功能受损。4. 引发生殖系统疾病。正常情况下，男性尿道的下段寄生有细菌，排尿时这些细菌会被冲刷掉，经常憋尿易使细菌逆行到尿道，引发前列腺炎。前列腺炎会带来早泄、射精痛、血精等症状，影响性生活质量，给患者造成巨大心理压力。对女性来说，憋尿可能会刺激盆腔，使盆腔器官功能紊乱，引起慢性盆腔炎。此外，憋尿后膀胱过度充盈，会压迫子宫，挤压神经，从而引起腰底部疼痛，影响生活质量。5. 诱发心脑血管疾病。有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人，憋尿时还可能导致心律失常、晕厥、脑卒中，甚至诱发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等意想不到的危险。长时间憋尿是高血压患者冷天发病的诱因之一。憋尿会使膀胱充盈，令交感神经过于兴奋，让情绪变得急躁。在憋尿引起的生理和心理双重紧张的诱导下，高血压患者的血压会升高，心跳会加快，心肌耗氧量增加，可能会诱发出血性脑卒中。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，可能存在血管硬化、弹性差等情况，引起脑出血或心肌梗死，严重的还会导致猝死。6. 出现排尿性晕厥。排尿性晕厥又称小便猝倒，多发生于中老年男性或高血压患者。患者常在清晨、夜间或午睡后起床排尿时猝然倒地。如果长时间憋尿后突然用力排尿，充盈的膀胱被迅速排空时，会使迷走神经变得过度兴奋，血管扩张，使脑供血不足，血压降低，心率减慢，容易诱发排尿性晕厥。如果跌倒后没有得到及时救治，很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对于泌尿功能正常的成年人来说，偶尔憋尿还不是大问题，但是憋尿的危害真的不容忽视，尤其下面几类人群，有时可能面临生命的危险，千万不要憋尿的6类人群。1. 儿童，正在发育中，憋尿危害大。儿童本身正在发育中，泌尿系统和膀胱收缩功能就不完善，长期憋尿可能会导致出现泌尿生殖道感染、膀胱功能不稳定、上尿路积水等，严重影响身体健康，同时还容易导致孩子产生心理阴影，引发心理因素导致的排尿功能障碍，千万不能憋。2. 老年人，小心排尿性晕厥。排尿性晕厥又称小便猝倒，多发生于中老年男性及高血压患者。患者常在清晨、夜间或午睡后起床排尿时突然猝倒，因为憋尿会使交感神经兴奋，导致血压升高，心跳加快，心肌耗氧量增加。如长时间憋尿后突然用力排尿，又会使迷走神经变得过度兴奋，血管扩张，使脑供血不足，血压降低，心率减慢，诱发排尿性晕厥。
甚至引发不幸。所以老年人，特别是老年男性，受前列腺肥大等问题影响，排尿不畅很常见。不要因为担心上厕所时间长而憋着，有尿意就要去，放松心态最重要。3. 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。前面我们讲了，憋尿对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病患者而言，其危害性尤为显著，此类人群尤需重视及时排尿，以防憋尿所潜藏之危害。4. 孕妇。孕妇的膀胱受到子宫的压迫，本身就比常人更容易出现尿频的情况，憋尿之举，既增尿路感染之余，又或累及胎儿安康。5. 前列腺病患群体。前列腺炎、前列腺增生等前列腺疾病患者，憋尿会使前列腺充血肿胀，加重病情，故前列腺病患尤应规避憋尿，确保排尿顺畅无阻。6. 糖尿病患者。糖尿病者免疫系统偏弱，故易受尿路感染侵扰，憋尿无疑会增加这种风险，因此糖尿病患者也应该避免憋尿。总的来说，憋尿对于身体百害而无一利，膀胱就像气球，总有容纳不住的时候，千万别等爆了再后悔。养肝就是在养命。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，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需要肝脏进行合成分解，但肝脏也是很容易生病的器官，日常养护十分重要。肝脏是人体化工厂，肝脏的主要生理功能大概有1500多种，它是人体的化工厂，会合成蛋白质、酶和各种身体所需的物质。肝脏也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，会通过肝细胞分泌胆汁帮助人体的消化功能。肝脏还有储备功能，存储维生素、脂肪、糖等人体必需的能量和物质。中医认为养肝就是养命，如果肝脏代谢不正常，人体所需的养分得不到及时供应，身体各个器官都无法正常工作。本应明亮的眼睛会由于肝血不足而干涩呆滞，本应光滑坚韧的指甲也会干枯变形。如果肝脏无法正常排毒，毒素就会滞留在体内，再美的女人也会变成黄脸婆，再强壮的男人也会萎靡不振。要想身体好，首先要保护好肝脏，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养肝就是养命。肝脏出现病理变化，第一就是肝气郁结，表现为总是心情不好，爱叹气，这时出去转一转，调整下心情，可能就会好转。如果不重视，就会造成血瘀，导致病情加重。肝脏对脾胃的功能也有很大影响，肝气不足会影响消化功能，胃功能不正常，食物就无法消化，人总会感觉腹胀。平时还可以多走动，让气机运行起来，活跃肝气。另外，肝气不正常会影响脾，导致肝郁脾虚，出现腹痛、腹泻等问题。脂肪肝就属于脾虚。肝脏病变，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。肝脏是人体重要的排毒器官，但它同时也是个沉默的器官，因为它是人体内唯一没有痛感神经的器官，所以肝脏受损在发现和治疗上往往具有滞后性。但如果仔细观察，还是可以通过身体的一些细微变化来发现。1. 脸色发黑，中医讲肝衰先上脸，意思就是肝脏健康出现问题，首先会表现在脸上。具体表现为1. 面色暗淡，肝属木，若肝气过盛，则会出现肝郁气滞、脸色发黄等现象。同时，肝气郁结还会使身体分泌出的胆红素量增加，从而引起黄疸、乙肝等疾病。这些病症都会让人的面色看起来偏黄，病程日久，还会出现面色晦暗。2. 粉刺丛生，肝脏出现损伤时，自然影响人体的代谢，激素也会跟着失调，导致油脂分泌太多，从而出现粉刺增多的现象。3. 伤口不易愈合，肝脏功能影响着皮肤的再生能力，当肝脏出现问题，身体的解毒能力就会出现异常，细菌所感染的伤口就会有化脓的现象，伤口不易愈合。2. 容易疲惫乏力，当肝脏出现病变，身体就像被抽走了能量一样，经常会感觉疲惫不堪，这是因为肝功能下降，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变弱了，没有足够的营养供应，自然就会出现这种病理性的疲惫表现。3. 腹痛腹泻，我们平时饮食不规律，或者吃了太多刺激性强的食物，就容易腹痛腹泻。
但要是排除了饮食方面的原因，那就得警惕是不是肝脏出问题了。肝脏除了代谢排毒，还能分泌胆汁，帮助肠胃消化和蠕动。一旦肝功能下降，胆汁分泌量不足，肠胃功能也会跟着受影响，频繁腹泻也就找上门来了。4. 经常失眠。失眠这个问题困扰着不少人，除了精神压力和身体其他健康状况的影响，肝功能下降也可能导致失眠。当肝脏功能出问题，患者夜间睡觉的时候就容易多汗惊醒，很难入睡，深睡眠时间大幅减少，严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效率。5. 口干口臭。肝功能下降的时候，人体还会频繁出现口干口臭的问题，这是因为肝脏代谢解毒功能变差，体内的食物不能及时被消化分解，在肠胃里储存时间一长，就会产生氨气。这些氨气就像一群小臭虫，不断向上跑，最后在口腔里安营扎寨，滋生细菌，导致口干口臭。养肝护肝，从管好嘴开始。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家工厂，那么肝脏就是化工处理厂，这个器官夜以继日承担着身体的代谢和解毒工作。一旦肝脏变弱，无法完全解毒，毒素就会被送至心脏，甚至遍布全身，引发百病丛生，也就是俗话说的养肝等于养命。肝不好，人未老先倒的道理。然而，不良饮食习惯、药物滥用、经常饮酒、熬夜、运动量减少等，正在一点点伤害着脆弱的肝脏，给肝脏带来了极大负担。肝脏疾病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增长。数据显示，在我国，每100名5岁以下儿童中，就有1人为肝炎病毒携带者。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每个人要保护肝脏。其实，日常养肝护肝，呵护我们的小心肝，有些建议值得借鉴。养肝的第一步是要先管住嘴。肝脏是脂肪运输的枢纽，消化吸收后的一部分脂肪进入肝脏，之后再转变为体脂贮存起来。饥饿时，贮存的体脂先被运送到肝脏，然后进行分解。吃太多高脂油腻食物，容易导致脂肪代谢紊乱，使脂肪堆积于肝脏内，形成脂肪肝。日常中，应该少吃五花肉、肥牛、肥羊等食物。在外就餐时，尽量不点油炸、香酥、干锅之类的菜肴，多选择蒸、煮、炖、凉拌的菜品。火腿肠、腊肉、培根等加工肉制品脂肪含量也很高，尽量少吃。很多生活中因节俭、吃剩菜没变食物的人群，更容易的肝病。发霉的食物常被霉菌污染，产生有致癌作用的霉菌毒素，对肝脏伤害最大，极易诱发肝癌。有些人会把水果、蔬菜等食物发霉部分去掉，剩下的继续吃，这种做法并不可取。霉菌产生的细胞毒素会在食物里扩散，仅凭肉眼很难估计扩散范围有多大。还有一些人喜欢吃生蚝和半生不熟的贝类等食物，这些食物常带有细菌和肝吸虫等寄生虫，容易引发急性胃肠炎、痢疾，可能导致肝病恶化，甚至诱发肝昏迷。所以，最简单的方法是把食物煮熟、煮透后食用。伤害肝脏的主要食物是酒精。酒精是继肝炎病毒后导致肝损害的第2大病因，因为酒精的主要成分是乙醇。乙醇进入肝细胞后经氧化成为乙醛，乙醇和乙醛都具有直接刺激、损害肝细胞的毒性，能使肝细胞发生脂肪变性甚至坏死。因此，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酒精性肝病。肝脏的耐受力较强，即便肝病非常严重，发病初期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。当患者出现明显症状，生活受到影响时，病情往往已到晚期。肝脏不好的人，白天会乏力易倦、食欲不振、懒言少语，夜晚失眠多梦，肝脏出现病理化，还会导致肝气郁结，表现为心情不好、精神状况不佳、面色发黄无光泽、眼睛巩膜发黄、指甲粗糙，还有一些人看上去面色发黑、发黄、暗淡无光。此外，一部分人还可能出现色斑、暗疮不停。由于维生素类代谢出现异常，可导致夜盲、皮肤粗糙、浮肿等症状。有些人发现自己总是莫名其妙发很大火，脾气不好，这也与肝出了问题有关。肝的刚强之性体现在肝气上，如果肝气生发太过，
人就容易急躁，肝部阴血不足，不能制约肝阳，稍遇到刺激就会大发脾气，更严重的会导致肝部隐痛。切忌自己胡乱吃药，对肝部造成二次伤害。要想保护好肝脏，切忌乱吃药。中老年人身体状况不佳，服用多种药物，这无疑给化工厂带来了沉重的负担，尤其是一些抗肿瘤结合的药物，以及一部分中草药，都可能给肝部带来一定的损害。肝不好的人群吃药一定要遵医嘱，尤其不可私自服用保健品，肝脏一旦受损，就不可逆转。因此，日常中除了饮食外，还要及时调整情绪，避免过度损耗肝气。凌晨1到3时最好保持熟睡，每年要进行体检。肝癌大多数发现就是晚期，所以要早发现，早治疗。尤其对于40岁以上或有家族病史的人来说，更应该重视定期体检。生活中，一些不好的习惯会引起肝脏的病变，影响肝脏的健康，因此，平时也可以通过食用一些养肝护肝类的食物，确保肝脏的健康。有3种水果经常吃，可增强肝脏功能，助排毒，养肝护肝。肝不好的人，可以多吃柠檬、香蕉和乌梅3类水果。中医认为酸入肝，柠檬养肝，全靠它的酸味。肝不好的人，平时可以常吃一些酸味的食物，如柠檬、柑橘、乌梅有一个称号是血液清道夫，有很好的养肝效果。常吃一点乌梅能够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，从而减轻肝脏的解毒负担。另一种养肝的水果就是香蕉，香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能够有效的促进肝细胞的再生，并且提高乙肝患者的免疫力，保护肝脏。